在7月2号，我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点名台当局无视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恶意诋毁中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歪曲祖国的和平政策，甘当西方棋子，这是与中国人民为敌，所作所为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损害，对外依附反华势力，对内煽动两岸矛盾，导致海峡问题紧张，充分暴露岛内分裂势力的卑劣本性。为此，在发布会上，朱凤莲直接宣布了台当局的17大罪状，其中就包括了施政无能、对外造谣、排除异己、前置言论、欺骗民众、捏造舆论、疫苗问题政治化，致使民众受害、阻挠疫苗入岛、抗疫失措、人为导致水旱叠加、能源紧缺、莱猪输台、污染失控、黑道乱政、权钱交易、人祸不断、民生哀怨等等一系列问题。有观察人士指出，细数台当局17大罪状的发言，在国台办可以说极为罕见，而这也几乎就是直接撕下对岸的遮羞布。如此公开态度，已经可以说是一种形式上的檄文，而在中国传统的概念中，出现这种檄文基本上就是动手前的一种宣告，也就是古代所谓的名正言顺，顺应天道民心。实际上，从近段时间的国际局势来看，美国联合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已经确定是要在台海问题上全力阻挠中国完成复兴和统一。此前有美国媒体爆料，五角大楼在2020年下半年就开始尝试制定一份名为2030年台海作战的战略计划，其中就毫不掩饰地暴露自己想要在台海与解放军一战的欲望。而在这份战略中，很明确地提到了一个三方合作的提案，美国和日本是已经确认参与其中的国家，而至于在暗中的第三方，网上对此的猜测众多，有人认为会是澳大利亚，也有人认为会是印度。不过在近期，有英国媒体《金融时报》就怀疑，这个暗中的第三方极可能是台湾岛内的分裂势力。在2017年，美日就曾经拉上台空军，相互分享军用飞机代码，这几乎就已经是在为战争进行前期准备工作。基于这种背景下，如此敏感复杂的周边形势，我国也是时候尽快解决台海问题。而近期，我国对台主力部队东部战区麾下的多支集团军都在密集进行立体式的登陆作战实弹演习，或许可以预期统一大动作即将来临。在7月3号，有境外媒体发布了一组对我国江南造船厂的航拍照片，并刊文指出，中国海军的第3艘航母003号目前已经完成了舰岛的安装工作，与之前外界判断的进度出现明显区别。这很可能是因为国际局势的复杂性让中国的建造速度出现了明显提速。实际上，吊装舰岛往往是航母建造工作中的一个极为典型的分水岭，因为这是飞行甲板上最核心的指挥中心和控制中心。它的安装意味着整个航母的建造进度已经完工了90%以上。当然，对我国而言，这也意味着我国第3艘航母极有可能会在今年年内下水。当然，目前来说，虽然官方没有正式确认，但从曝光的舰岛侧面图可以看到，保留了烟囱口的设计，也就意味着我国003型航母将会是常规动力，而不是一些人猜测的核动力。之前有军方人员透露会搭载电磁弹射系统。有意思的是，也是在曝光的当天，有网友注意到有好事者将辽宁舰、山东舰以及尚在建造的003型航母放在了一起，来了一次3航母同框。从图片中可以显示，003型明显大了一轮。作为被美国五角大楼称为现阶段全球最强常规动力航母的003型航母，美国对它的关注也在持续进行中。在早期，美国官方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曾经根据卫星图判断，中国的第3艘航母很可能会是一个300米乘40米的大小，体积小于美国最后一款常规动力航母小鹰级。不过，随着建造的进度加快，美国智库也2次更新了他们的判断数据，预计003型航母的甲板长度可以达到320.8米，宽75.6米到80.6米，升降机大约20米见方，略大于美军的小鹰级航母。必须提到的是，我国当前国际环境极其恶劣，西南面印度时刻想要蚕食我国边境，尤其是印度国内疫情泛滥，通过战争手段转移国内矛盾，已经是莫迪手中为数不多的牌了。东南面，一个是美日两国虎视眈眈，一个是东南亚诸国被美国挑拨起了对我国南海的野心。再者，台湾岛内分裂势力不断造谣诽谤两岸关系，勾结西方势力，这使台海问题已到了必须尽快解决地步。如此背景下，中国加速第3艘航母的建造工作，本质上是为了一旦统一的过程中外部势力干涉，中国有决心也有更多的底气，彻底扫除挡在路上的妖魔鬼怪。
事情最开始是在7月1号，当时恰逢我党100年庆典，而这一天也刚好是西方殖民者在北美大陆建立加拿大的日子。在全球各大媒体的眼中，本来是2件完全不太相关的事情。然而，直到西方舆论内部出现了一个典型的猪队友，一个英国人比尔·海顿，一个曾在 BBC 任职、靠造谣中国出名、靠歪曲中国发财的东西，想把这2件事情联系在一起。当然，后续的事情也证明，他把这件事情彻底搞砸了，还顺手把加拿大害苦了。他干什么了呢？这个西方的猪队友选择在7月1号这一天，在推特上用我国100年庆典的照片配文，声称西方的殖民者用大炮撬开了清朝的大门，才给中国带来了先进思想。因为殖民者用不平等条约瓜分殖民地，才让中国人建立了租界和港口，才有了出国留学。这种强盗逻辑真的挺无语的。按照他的说法，如果这个叫比尔·海顿的人得了绝症，活不了几年，然而在大街上被人捅死了，家属应该还要感谢这个凶手，因为毕竟人总是要死的。这个凶手还提前结束了他的痛苦等待。而很有意思的是，比尔·海顿的这个言论还没怎么被中国人骂，反而在加拿大开始起飞。在7月1号当天，因为加拿大在近期接连被曝光原住民寄宿学校旧址发掘数以百计的坟墓，无数支持北美原住民的抗议者身穿橙色的衣服走上街头，向加拿大发起抗议示威活动。在加拿大马尼托巴省就有支持原住民、反对西方殖民者的抗议示威者，将一座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和伊丽莎白女王的雕像给砸了。部分人还在底座上用红色掌印进行涂抹，表达殖民者带来的血腥和残暴。眼看着加拿大人为了支持北美原住民，接连将2座象征英国女王的雕像给砸了，也让不少英国人十分尴尬。很有意思的是，眼看压不下局面，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赶紧向教会泼脏水，要求远在梵蒂冈的教皇赶紧来道个歉，把局势控制一下。从某种角度来说，西方舆论精心培养出来的白左们，用实际行动向比尔·海顿好好上了一课，什么叫做殖民者带来的启蒙。当然啦，就是比尔的这番混账话，就是好像有点害苦了加拿大。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联合国一度沦为美国的附庸。有人曾这样形容，在美国发动的对外战争中，联合国要么扮演看客，要么就是清道夫，而无论是哪一种角色，都似乎是在偏向美国，包庇美国的战争罪行。而之后美国利用人权问题攻击中国时，联合国也似乎沦为了美国的帮凶。不久之前，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就为美国帮腔，在中国相关的内政问题上发表错误言论，和美国一道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发难。可以说，在很多时候，联合国都受到了美国的操控主导。但是日前这一局面似乎发生了惊人的逆转。在最新举办的人权理事会第47届会议上，联合国俨然成为了中国输出的主场。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中国究竟做了哪些事呢？据报道介绍称，这一人权理事会会议于6月21号召开，一直持续到7月13号结束。从会议一开始，中国就率先居于上风。在美国等国利用人权将矛头对准中国时，以白俄罗斯为代表的90余国公开支持中国立场，指责美国等国在人权问题上的错误做法。而在赢得联合国多国支持以后，中方更是集中火力对准英日美加澳等国，先后批评其在移民问题、核废水排放问题、人权问题、贩卖人口等问题上的错误做法。可以说罪行之多，简直数不胜数。一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向来乐于用人权问题来攻击中国，但是殊不知他们才是劣迹斑斑的那一个。数据统计资料显示，美国在西进运动中大肆的屠杀印第安人，其数量高达几百万。直到21世纪，在美国的印第安人仍然在遭受美国的不公正待遇。试问，就这样的国家，又何来的底气拿着人权朝中国开枪呢？而除了美国以外，那些跟在美国背后散播中方谣言的国家，也同样是劣迹斑斑。例如，在英国国内长期存在种族歧视，加拿大犯下了天大的种族灭绝罪行，而这些通通在美国的操控之下消失不见。值得庆贺的是，这次在中国的炮轰下，正义终于得到伸张，那些犯下滔天罪行的英日美加澳等国一个都跑不了。中方敦促相关国际组织立刻对此展开全面公正的调查。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在中国的带领下，一定会有更多的正义得到伸张。美国妄图只手遮天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